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我们来讲牧师的地狱一日游。许多经历濒死体验的人呢，在回溯那些奇特经历时常常谈到了他们见到了神，游历了天堂，并了解了神对世人以及世间的安排。而今天呢，我们要向大家介绍一位名为霍华德·皮特曼的牧师。他的故事呢与众不同，他竟然获准了参观撒旦的领地，并看到了魔鬼企图征服人类的总计划图。那皮特曼呢是出生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农场，长大以后呢成为了一个当地的警察。由于他从小生长在一个有信仰的家庭，所以他很早呢就信奉了神明，并为教会工作。在1797年的8月3日呢，就在这个皮特曼准备竞选州保安官的前几天呢，他突然因内部动脉破裂而倒下。于是呢，他被紧急的送入了 ICU 抢救。就在这生死关头的时候呢，他说他的灵魂呢就脱离了肉体，而进入了灵界，看到了不可思议的场景。那皮特曼回忆到说，就是他昏迷之后呢，当时还看到了医生们奋力的抢救他，他逐渐呢慢慢就恢复了知觉，清晰的感受到生命正在从他的身上流逝。他说他感觉到自己呢是靠意志力在活着，因为每一次呼吸呢都异常的艰难，仿佛耗尽了全身的力气。那好不容易呢吸进一口气，又得同样的艰难的吐出去。那一刻呢，皮特曼在内心就祈求神呢，请神允许自己见他一面，允许自己呢继续活下去。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皮特曼就听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声音他说那是非常美妙的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就告诉他说，停下来吧，停止呼吸，一切都结束了，终于可以安息了。这是皮特曼第一次听到超自然的声音他当下就以为这是神的指示，于是就顺从旨意呢，减缓呼吸的力度。然而突然一下呢，一个响亮的不字呢就打入了他的脑海，他立刻警觉起来，他意识到刚才那不是神的声音，而是撒旦充满迷惑的谎言。于是他立刻就觉得自己不能够停止呼吸就在这一念之间呢，他就感觉到撒旦一下子就溜走了。于是他在意象之中就看到呢，天使出现，将他的灵魂从肉体中释放了出来。他之前不是祈求要见神一面吗？似乎呢神是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呢，这个天使就将这个皮特曼的灵魂呢高举。突然之间，他说他就进入了一层奇特的空间。皮特曼描述呢，进入这层空间并不需要离开医院的房间，他们只需要透过一面空间墙而已。那这面墙呢，肉体是无法穿过的，只有灵魂才可以。而进入这层空间之后呢，皮特曼就发现这里面充满了灵体，数量之多，就如同沙滩上的沙子一样。他们并非正向的生命，而是邪恶或者是坠天使。那这些灵体呢，有数千种形态和样式，颜色呢也各不相同。皮特曼就说那些场景可怕极了，令人作呕。当皮特曼进入这层灵界时呢，那里的邪灵也注意到了他的存在。但由于他有天使的保护呢，所以邪灵没有对他做任何的事情。那皮特曼就说，他在灵界里的处事方式与我们在物质界是不同的。他说交谈不用口耳，而是用心，就好像把话呢投射到了思想波里面，然后接收答案呢也同样的方式。虽然他还可以自己想自己的，不投射出去，但他发现呢这好像没什么意义，因为天使照样可以读到他的思想。而就在这个空间行动的时候呢，是按照思想的速度在移动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天使说要去某个地方，然后他们瞬间就到了。那皮特曼呢，甚至都没有感觉到身体的移动。但有的时候呢，他们会用其他的方式行动，比如说在同一个区域浏览这时候呢就会有移动的感觉了。那在这层空间的时候呢，天使向这个皮特曼介绍了不同的邪灵以及他们的任务。那天使说，在邪灵的世界里是有权力划分的，就很像是军事组织的阶级，次序是很明显的。他说某些邪灵呢是拥有魔王的头衔，掌管着某个领空。这里的领空可以是一个领域、一个地区、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团体。他们可以掌控范围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人。这些魔王呢是奉撒旦的名行事，使用任何必要的方法呢来完成他的工作。等级高的邪灵看起来像人，而等级低的邪灵呢看上去像半动物半人，甚至有些呢是完全就是那种妖魔鬼怪的样子，十分可怕的。而且皮特曼还描述了邪灵的存在他说有一种呢是战争邪灵，这些呢是魔王级别的邪灵，他们看起来像人，但长得非常高大，大约有8英尺高，身材魁梧。那这些邪灵呢全是古铜色的，形体非常漂亮。他说在圣经中就有记载，骄傲是天使坠落的原因之一。那些战争的邪灵呢是拥有骄傲、美丽、强壮、有能力、狡猾和聪明的特质的。他们在撒旦的领地呢，以及人类的物质世界中任意行走。他们总是成群结队绝不单独行动。他们所到之处呢，别的邪灵都得给他们让路。而战争邪灵的任务呢，就是促成世界上的战争以及谣言的散播。那第二种呢是贪婪的邪灵，他们的等级呢是在魔王之下，
当皮特曼到达他们的队伍中时呢，当时大吃一惊。他说因为他们的样子完全超乎想象。皮特曼说他们拥有最平凡的外表，如同任何城镇上街道上随处可见的普通人一样。他们的任务呢是摧毁世界的经济，他们要带给世人外表看似美好却是虚假的经济。与此同时呢，他们在摧毁人类的道德。那贪婪的邪灵呢是鼓吹人们追求世界上的一切物质，让人们的社会呢充满贪婪。所以皮特曼在1979年呢就已经看到了贪婪的邪灵已经成功的让人们将自我的需求呢已经放置在第一位了。他说与贪婪的邪灵在同一阶层的还有仇恨的邪灵、淫乱的邪灵、斗争的邪灵，他们组合在一起让人们相互仇杀，让世界充满混乱。他们的工作很成功，看看现在的新闻大家应该就有所理解了。他说第3种呢是巫术的邪灵。皮特曼看到再低一等级的邪灵呢就是巫术的邪灵了。这些邪灵呢有点像我们东方人所说的那种狐黄白柳，或者是巫医神汉，就是用一些巫术和妖术来欺骗人们的人。那有的呢甚至会弄出一个假的宗教让人们信奉他。皮特曼就说呢，他还看到一些更低等级的邪灵，他们的形象就很丑恶了，他们会附到人的身上，操控人，弄坏人的道德。那天使呢甚至允许他亲眼目睹一次这样的过程。那天使呢就将这个皮特曼带到了他肉身所在的医院的一个房间，这里就是医院工作人员休息室了，有桌子、椅子和丰盛的食物的碟子。在那里呢有对男女面对面的有说有笑，当然他们是看不见皮特曼和天使的，但是皮特曼可以接近他们，甚至可以接触到他们。皮特曼可以听见他们讲的每一句话。他们以为房间里只有他们2个人，所以谈笑风生嘛，却不知道有可怕的东西是在他们中间听着他们谈话的。而这种可怕的这个低等级的邪灵呢，它的作用就是引诱人。皮特曼没有去留意房间里的2个人在说什么，而是把整个注意力集中在那些邪灵身上。只见他们渐渐地接近了那个男人的脸，瞬间像一阵烟一样的钻到了那个人的身体里去。天使这时候就说他成功了。这时候呢就会让人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而皮特曼的这段经历呢，令人想起了乔治里奇的著作《死亡9分钟》里面的一段描述。乔治里奇呢是美国备受尊敬的精神科医生讲师、作家。他被宣判死亡后呢，重回人间的真实经历充满神奇。濒死经验的研究者呢，雷蒙·穆迪博士呢，正是因为受到了他的影响，才投入到了这个领域来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个乔治里奇就说他濒死的时候就看到了人体外呢有一层光辉笼罩着，好像是一层电场覆盖在身体上。他说在一个酒吧之中，他就看到了一群疯狂的人饮酒，其中一个人呢喝得酩酊大醉，从凳子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踏了3步呢，然后重重地摔到了地上。这个时候呢，那个醉汉身上的光辉呢就从头上呢裂开一个道缝子，就像那个茧破开了一样。瞬间呢，一个早先就出现在酒吧的一个邪灵呢，就以一种从未见过的速度呢，瞬间呢就从那个裂缝中跳到了那个人的头上，进入他的身体。那根据里奇的描述呢，他说这个灵体应该就是一个爱喝酒的鬼魂了，他想喝酒却无法喝到，现在占有了醉汉的身体呢，就可以操纵这个可怜的人，满足他的欲望。那里奇看到人体的辉光似乎就是一个保护层，用来保护人类免受邪灵的侵袭。然而当人类意志薄弱的时候，这层保护层就可能出现裂痕，而让邪灵呢趁虚而入。对这一点呢，这个皮特曼也是这样看的。他说天使告诉他说，人类有相当的自主权和独立的意志，天使不能干涉人类的自由意识，连创造人类的神也不愿意去剥夺人类的自由意识。因此呢，只要人自己意志坚定，对神的指导有信心呢，不疑惑，邪灵就不会进去。所以皮特曼呢看到人的身边有守护天使，有的人身边还不止一位守护天使。那邪灵来攻击他的时候呢，守护天使会保护人们，但是如果人自己同意让邪灵进入的话，那天使呢也束手无策。在看够了这些邪恶的世界之后呢，天使就开始带这个皮特曼进入了一个更高层次的世界，也就是神所在的那个世界。于是呢，天使就带这个皮特曼来到了天堂的大门外。他说他可以感受到天堂向外散发出的那种快乐、愉快和满足，他感受到了温暖，也感受到了神的威严。皮特曼来到神的面前之后呢，就开始讲述自己是如何全心全意的信奉这个神。他说他是如何遵照神的旨意呢，过着一种充满爱、尊敬、自我牺牲的生活。然后他说自己现在呢遇到了麻烦，希望神呢能够帮助他延长他的寿命。皮特曼呢在陈述的时候呢，神一言不发，就等他说完自己的请求之后呢，神给了他一个答复。皮特曼说和之前撒旦那样美丽迷人的声音不同的是，神是震怒的。他说那个感觉就算把所有的风暴火山、龙卷风所有的声音都加在一起呢，都比不上那个声音来的那种震撼。神就告诉他说，他信仰的心呢是死的，
他的神职工作是不可接受的，他过着一种可憎的生活，竟然还敢将其称之为尊敬和敬拜神的生活。在神展现的真相之中呢，皮特曼就看到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就是说比较自私嘛。他为了得到良心上的安慰呢，为了自己能够得到神的眷顾，一切都是他自私的行为。所以从本质上说，他最爱的是自己，甚至超过了对神的爱。也正因如此呢，他自认为自己帮助了很多人，其实那些人中很多都没有得救。于是皮特曼一开始就觉得不可置信嘛。然而随着神点出了一些实质和画面的时候呢，他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他就感受到自己全身无力，仿佛是一块破布一般躺在那里。他对神说我向你保证，我下次一定会做好的。而神对他说呢，皮特曼，你以前也这么说过。神没有再说什么，而皮特曼呢自己就明白了，他在自己过去的生命里是曾经向神做出过所有的承诺，但是呢没有一个实现。于是他自己也觉得自己辜负了神，就是被赶下地狱呢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于是他跪了下来，内心只有忏悔，在难以言喻的痛苦之中煎熬着。而这个时候呢，神展现了他的慈悲，展现了他与皮特曼真正的关联。那皮特曼这时候就感受到了神对他的怜悯，为他遭受到的痛苦而难过。然而神必须让他呢遭受那些痛苦，这样才能够让他真正的醒悟。所以皮特曼在此时此刻呢，就觉得自己的寿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完成他的使命。而就在他这样想的时候呢，神再次赐予了他生命，他在人间的肉身呢居然醒了过来。皮特曼的这段经历呢，就让人想起了另一位牧师吉拉尔德·约翰逊所经历的濒死体验。约翰逊因为心脏病并发呢，经历了濒死。当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呢，他又觉得自己肯定是要去天堂的，因为他觉得他一生之中做了很多好事，也帮助了很多人。可是他却发现自己在往下走，最后呢，竟然去了地狱。于是他就说：“神你是不是弄错了呀？”约翰就觉得难以置信。然而神却告诉他说，因为他一直偷偷的对那些伤害他的人生气，一直希望神处罚那些伤害过他的人。一个无法宽恕别人的人，怎么能够得到神的宽恕呢？最后呢，神还是让这个约翰逊离开地狱，回到了地球上，并告诉他说，世上的人都是神的人，而不是他的人。约翰逊呢，只需要专注的完成神交给他的任务就好了。所以皮特曼和约翰逊的经历呢，是非常有启迪性的。有时候我们自以为自己在做好事，说不定我们做的反而是坏事呢。所以这么看来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个纯净的心态才是第一要素。大家觉得是不是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更多后续精彩内容哦。